大家好，今天啊，我们继续聊这个海灣局勢就霍爾木茲海峽。在前天啊，就是3月4號啊，德黑蘭上空呢發生了一件應該說出來你可能都不相信的事兒，一架以色列空軍的 F-35I 綽號叫 ADR 在伊朗首都的頭頂把一架伊朗空軍的雅克130給打了下來了。那大家可能不熟悉這個飛機型號啊，我幫大家翻譯一下這個戰鬥的含義基本上等於什麼呢？一個特種兵穿着隱身衣，在對方的客廳裡邊，把一個剛拿起菜刀準備反抗的人直接擊倒了。雅克130是一款俄羅斯設計的這個高級教練機，確實是有一定的對地攻擊能力但是它遇上 F-35I 它這個 AESA 雷達，也就是有源相控陣雷達，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呢？一雙幾百公里外這個就能鎖定你，而你完全感知不到它存在的這個眼睛，所以這個結果呢就是注定的了。根據現場的視頻這一架試圖執行反無人機攔截任務的這個雅克130教練機呢，在空中幾乎是瞬間解體，飛行員呢也被迫彈射跳傘。這架 F-35系列戰機在全球範圍內是首次有記錄的有人機實戰擊落就是打掉了一個有人的飛機，地點呢偏偏它選在了德黑蘭附近，所以這個象徵意義遠比它的戰術意義更沉重與此同時呢，在社交媒體上還瘋傳着另外一個版本，說是一架美軍的 F-15E 就打擊鷹在伊朗的西南部被擊落了。那美國中央司令部在幾個小時內就緊急闢謠說這些完全是假消息，並解釋說呢，之前確實有3架飛機在這個科威特被蓋下來了，那是被科威特自己的防空系統誤擊了對，你沒聽錯友軍誤傷。所以這種你說你贏了我說我贏了的這種輿論的亂局呢，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就這片地區它是一個信息黑洞。但是不管呢空中發生什麼，我們還是要把這個視角從天上回到地面。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出現了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那個寬度只有30多公里的霍爾木茲海峽，目前到現在為止，此時此刻仍然是我們地球上最危險的一條水道我們打開地圖看一下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大家會發現它的形狀是很奇怪的，是吧？它不像直布羅陀海峽就一條乾淨的直線它更像一個被人掐住脖子的這種這個曲里拐彎的扭曲狹窄，而且呢偏偏在最窄的地方還散布着3個島嶼這3個島我們可以把它叫成3個釘子叫葛什姆島、拉拉克島和霍爾木茲島，每一顆都在以它自己獨特的方式讓這條航道變得很難通過。我們先說葛什姆島這是一個藏在岩山下邊的導彈庫，疑似這葛什姆島是波斯灣最大的島嶼形狀呢有一點像一條這個懶洋洋的這個游動的魚，你看這個形狀是吧？但從面積來說它是這一片海域裡邊的巨無霸，它是波斯灣裡邊面積最大的島嶼，這個正狹長的形狀和伊朗大陸海岸它是平行伸展，全長是135公里最寬的地方有40公里，總面積呢是1491平方公里那麼克拉倫斯海峽又稱這個胡蘭海峽，就把它和伊朗本土分割開了，中間有個小海峽。這個島是發生過慘案的。1988年的7月3號一架屬於伊朗航空的空中客車 A300 客機就是伊航的655號班機，在飛越這個島南部上空的時候，遭到美國海軍文森號的這個針隊誤以為是敵對戰機，被擊落了。就美國海軍把這架民航飛機給幹掉了，機上299人是同時全部罹難了。後來呢，到1996年的2月20號美國支付了伊朗1.31億就是給每一名領工資的遇難者呢大概是30萬美元，每一個不領工資的遇難者是15萬美元就是給248名遇難的這個伊朗人當然了，沒有披露就多出來的7000萬幹啥用的雖然美國他不承認要對這個事件負責或者負有法律責任，但是相信這7000萬呢是用來賠償的被擊落的客機當時的價格美國明確
就標明這個金額是特惠金啊，但是他不可承認對這個事件負責或者負有法律責任。雙方後來就同意和解，伊朗呢也就撤銷了在1989年向國際法院提出的起訴啊。那當然，現在我們講這個島啊，它的危險呢不是空难的墜落地，而是它的地質結構。這裡我們要介紹一個地質概念，叫岩穹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在地底深處有一大塊岩啊，密度呢比周圍的岩石輕，就像一個被壓住的气球，會緩慢的往上頂。那幾百年下來啊，它就在地表形成了一個穹狀的隆起骨骼包，並且呢會帶着周圍的岩层一起扭曲变形，这產生了大量的天然的洞穴和裂縫。葛什姆島它的地下就布滿了這樣的岩穹的隧道系統。這伊朗人很聰明啊，他們把這些天然的岩穹空間啊改造成了地下的導彈城啊，反艦導彈的發射井開進去，上面蓋着幾百米厚的這個岩層，你衛星是看不到的，普通炸彈可能也炸不透。所以美軍啊在這輪史詩狂怒行動裡邊啊，把島上的这個雷達站和這個地面設施基本上都清空了。但是那些藏在岩層下面的導彈啊，據說呢可能還處於待命狀態。所以葛什姆島的作用用一句話概括是什麼呢？它就是一個打不死的暗堡啊，守着這個阿巴斯港的大門。另外一個島是拉拉克島。拉拉克島啊面積不大啊，要是說地圖上的存在感，它可能還不如葛什姆島的一個小零頭，但是它的位置啊是極其的關鍵。它離南邊阿曼這個叫穆桑代姆半島啊，就伸出來那個尖兒很近啊，就在那兒啊，這是國際深水航道最密集的地方。那我們給大家一會兒看一個視頻啊，就是我做的這個剛才說的這個拉拉克島到阿曼這個穆桑代姆半島的這個剖面的海拔的尺寸啊，大家可以看到，從開始的這個高海拔，經過這個烏馬海峽之後呢，進入這個剛才我們講的這個葛什姆島，然後呢又進到海裡邊就開始下來了，是吧？然後呢海底的深度啊是50米水深啊，逐漸的會降到最深的地方110米，然後呢就急劇升高，就到了剛才說的這個穆桑代姆半島啊，这就是世界黃金水道的這個剖面，給大家做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這個拉拉克島的威脅啊是來自於它的地形的破碎性，它的這個島岸線是很陡峭的，到處啊都是天然形成的這種凹岩和半封閉的海灣，所以伊朗人呢据說就在這兒挖了大量的人工洞窟，藏着什麼東西呢？自殺式無人艇 USV 和高速導彈快艇。大家可能覺得這個現代戰爭裡邊幾艘快艇能幹啥，是吧？問題就在這兒啊，一艘排水量啊幾噸的高速無人艇呢，造價可能也就是幾十萬美元，甚至都不到。而一艘超大型的油輪 VLCC 啊，隨便裝滿石油出去，那就是幾億美元、上10億美元的貨。只要有幾艘幾只這個從偵察網的縫隙裡邊漏出去了這個快艇，衝到航道裡邊，保險公司當天啊就會停止承保，穿停了，油價就開始漲了，對吧？這就是我們上次講的這個非對稱作戰的邏輯。你不需要贏啊，你只需要讓對方覺得不值得來就行了。好吧，現在呢就是壓軸來了，我們講這個霍爾木茲島啊，這個名字呢直接以這條海峽的名字來命名，就看得不簡單。這座島啊，應該說是我們地表上最奇特的地方之一啊，應該說也叫沒有之一了。它的地質結構呢，說白了就是一個裸露在地表的這個岩穹啊 ，Salt Dome。地表上的礦物質啊，被岩層帶着往上擠出來的東西包括什麼呢？赤鐵礦、硫磺、黃色的泥岩，還有白色的石膏。這些礦物堆在一起啊，在氧化和風化的共同作用下呢，就把整個島呢染成了各種顏色，有血紅色，有深紫色、橙黃色、土黃色，對吧？我們看一下這個視頻啊。那這兒啊有一個地質的小常識啊，就是讓霍爾木茲島最出名的一種血紅色呢，就來自一種叫赤鐵礦這種礦物，它的化学成分就是氧化鐵啊，那麼就是鐵鏽。只要這個純度更高、力度更細
啊，這種土壤的這個顆粒細啊，所以一旦下雨就會形成那種鮮紅色的懸浮葉，順着山坡就流下大海了。視頻裡面看到這個，所以視頻裡邊這個大山在流血的這個原因，那不是真的流血，而是幾百萬年以來地球內部湧出來的這個鐵，在今天的雨水裡邊就重新奔流。那它在戰爭的這個背景下呀，這個景觀就有了另外一層的含義啊，因為霍爾木茲島啊幾乎沒有植被覆蓋啊，就是礦物質含量太高了啊，大部分植物根本就活不下去，所以整個島呢，在红外成像儀下呀，會呈現出一種極其獨特的高反射率。說白了，就是它的熱成像裡邊幾乎不会這個消失的這麼一個大把的就像。所以島上啊原來有这個葡萄牙這個古城堡，所以幸運的這個活下来了，沒有人覺得轟炸一個16世紀的這個遺址有什麼戰略價值。但是它上面是有現代電子的監聽中心和監控中心的，所以在這一輪打擊裡邊呢也化為灰燼了。那麼霍爾木茲島啊，它的戰略意義究竟在哪兒呢？它不是火力，也不是駐軍，而是一種象徵意義。只要這個島還插着伊朗的旗，伊朗就可以對外宣稱，我是這扇門的看門人啊。所以這種心理上的宣示，在地緣政治裡邊有時候比導彈還重要。所以在和平年代啊，霍爾木茲島留下來的這個紅色的山水啊，是世界各地的地質愛好者專程來拍的奇景啊，這是大自然饋贈的一種奇觀。但是在現在2026年的3月，當這些紅色的水流進了海峽，看起來像什麼？大家可以想象啊。實際情況是什麼呢？2026年的3月5號的實時數據顯示啊，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業船舶的保險啊，已經處於實質性消失的狀態啊，沒有保險公司願意為經過這一片水域的郵輪承保了，沒有保險呢，就沒有船長願意開船進來。那麼通過海峽的商業船舶數量啊，已經跌到了每天大概5艘左右，而且大多數都是不知名的這個小型船只。正常情況下，這條航道我們講過，每天承載的石油啊，佔全球供應量的20%。所以大自然的這種紅色呢，還順帶着干擾了一些技術設備，是吧？這紅色的這個地面背景和紅外目標之間的溫差對比被壓縮，讓一部分初級的這個巡航飛彈啊，在鎖定目標的時候會出現短暫的誤判。但是這不是戰場最關鍵的因素啊。足夠諷刺的是呢，連這座島嶼的顏色都在給戰爭出難題。那我們站在3月份這個時間點上，我們再冷靜的看看以後會發生什麼。這個海峽啊，它的位置、尺寸、島嶼的形狀，我們講得很清楚了。目前啊，這個伊朗的狀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什麼呢？被打趴下了，他人被打死。制空權這個事兒吧，基本上已經不需要討論了啊。這個 F-35I 啊，在德黑蘭上空隨意獵殺的這一幕啊，已經說明了一切。就伊朗的天空對以色列和美國來說是單向透明的。另外，像核心基礎設施啊、油氣出口的終端啊、大部分的水面艦艇啊，都在這個實施狂怒行動中是受損嚴重的。但是啊，這兒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但是啊，就是被打趴了不等於投降了啊。伊朗的防禦邏輯啊，已經在快速轉向，從傳統的水面對抗呢，轉向了非對稱、分散的、藏在地底的這種生存式的打擊。所以岩穹裡邊的導彈啊，溶洞裡邊快艇，散布在各個山頭的觀察員，只要這些東西還活着，伊朗呢就依然能夠威脅整個海峽。而只要能威脅這海峽，伊朗政權呢可能就有談判的籌碼，或者至少啊有不被徹底擊垮的這個底線。所以這套邏輯呢，應該說是換湯不換藥，幾十年了，一直是這麼幹的啊。那麼美軍呢宣稱已經控制了海域這個沒問題啊，因為大型的水面艦艇啊對抗確實已經結束了啊。但是控制海域和海峽安全通行，這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兒。只要剛才說的這個哥斯姆島某一個岩穹洞窟裡邊還有一枚反艦導彈在等着，只要這個拉拉克島啊某個岩洞裡邊還有一艘快艇呢沒有被摧毀，那保險公司呢就不会復工啊，船長就不会過來，所以全球20%的石油供應鏈就依然被這根細線这麼吊着這麼個狀態。所以這就不是軍事問題，這就是一個風險定價的問題。能源市場啊不需要海峽真的被封鎖啊，昨天我們反復講過這個話題了。只要覺得有可能被封鎖，油價就開始響應了。
那這場衝突啊，大概率啊不会有一个特別乾淨的結局。實際上從一開始啊，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判斷美國不會打，這些人都判斷錯了。那麼美國人會不會打了之後立馬就撤出呢？連川普自己都說要持續好幾週，是吧？對於西方來說，那真要登島佔領葛什姆這個地方啊，代價也不低，而且呢，這個你佔領個島有什麼用啊？這個地面戰怎麼打的，是吧？你還要面對整個地區的反彈，不划算。所以對伊朗來說呢，這種半死不活的狀態，反而是動員民眾情緒呀、維繫政權合法性的最後手段。他們不着急結束，因為他們有的是盾牌，是吧？所以最可能的未來是什麼呢？大規模的空襲逐漸停止，轉入一種長期的低烈度的。雙方都耗得起的這個僵持來，無人機呢可能在頭上盤旋，水下的探測器呢也在航行在監聽，海面上呢偶爾會出現一個小的衝突，然後再沉默。霍爾木茲海峽呀將會進入一個高科技封鎖的時代，所以我們看到霍爾木茲海峽那片紅色的沙灘，有一天啊可能會打造成戰爭紀念地，也許會繼續荒蕪啊，被鳥糞和礦物質覆蓋，沒有人會記得這個事兒啊。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就是大自然花了幾百萬年把這兒染成了地球上最絢爛的顏色之一，而人類花了幾十年把這些顏色呢重新賦予了其他的意義啊。一個30公里寬的咽喉牽動着全球20%的石油，承載着我們幾十億人的這個能源賬單。所以霍爾木茲這個名字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邊，都會全球能源市場那根最脆弱的線，好吧？這就是今天啊，我們對霍爾木茲海峽以及那3個小島的一個簡單介紹，同時也介紹一下最新的戰況。你有什麼想法呢？可以在評論區留言。我們下次再見，拜拜。